朋友们，在德国买老房真是坑啊！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我们家的阁楼，也就是3楼。这层楼的这个房间是原房主已经装修好的，用这种地板上墙方式给它弄好的。但是偶然一次，朵爸发现了这个屋有小虫子，那个小虫子就是啃木头的，专门啃木头的小虫子，而非常非常小。然后朵爸就想把上面的板子全都弄去，喷上杀虫药，然后再给它恢复原样。你们看这个窗户非常小，那本身我们也是想把这个窗户扩大一些，正好这个机会把窗户扩大，然后把虫子一杀，然后再把这个地板再上墙。其实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但是你们看这边，看看这是大梁，也叫主梁吧，这几根全都是大梁，这几根，这根看没发霉，看这上面长毛发霉，然后我还有点不太敢，看一掐就下来，都已经糟了，这木头是糟了。现在这木头呢，不光是这块有问题，那你看这个也是有问题的，整个这一块，而且这块是漏雨，看一掐就全下来了。这个窗户还是那种老式的窗户，看木头框，非常非常老式的，类似于国内，我小时候我也忘什么时候年代了。于是现在我们又多加了一些任务，就是说把这个房子的房顶重新做一下，然后再换窗户，它俩要同时进行。那这个相对于光换窗户的时间要长一些了。窗户我们已经买完了，已经在楼下，一会儿我们就要抬上来。然后木头梁呢，我们家也有，但是不知道这个尺寸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还要再去买。换这种大梁，我们真的是头一次，如果换不好，容易房子歘塌下来。这个真不是开玩笑啊！在德国换木头梁真的挺贵。我记得我刚来德国的时候就知道，就是把房顶全部的重新的换一遍，好像是10万左右吧，大概是，也得分多少米。总之这个东西不便宜。现在我们就来自己去换这个，希望能成功。然后你们看这儿跟这个是一样的。这块有一个小门，可以进去放一些东西。就因为这一块木头，我们要全给它拆掉。你们看这屋墙我们都已经刷好了，刷得白白净净的，现在就得重新弄了。还行，来扶点这个壳开开，收住了啊！上学去了。走，把第2个窗户我们抬上来了，这么大。这个窗户是从德国公司买的，窗户我们选的是这种深黑蓝，接近于黑色的这种蓝。窗框当然我们也会选择这种颜色结果发来的看看白晶的。朵爸呢都已经把这一周年假都给休了，就想这一周天气好，然后把窗户还有这个大梁整个这个棚顶整完。结果现在出这样的问题，现在逼得我们不得不使用鸳鸯色，窗户是深色的，然后窗框是白色的了。这个窗户发过来也得1周左右，那1周了，那朵爸休完年假了，那不行。所以我们就先将就。在德国你买东西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差错，比如我家的地板，我家厨房的那个地板呢是石塑地板，同样的花色，一个色深一个色浅，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把色浅的挪到里面。然后当初我们找建材商店的时候问给我们调个花色看要深色的这种，人说没有了，那你只能退了。我们家地板不能说那一块变成别的花色了，那更不好看了，那没办法，所以地板就是一块深一块浅。他刚才给我发消息说这是有一层膜能撕下去的。反了！
所有的黑的面朝外的，这是这个意思。黑的面朝外，白色在里面啊。啊，扣啊，这个呢，看反了。哎呀，三炮 A， 给人叭的，原来是里外看反了。还给人写邮件，怎么整的？给我整反3块。人一看你就不是专业干这个的。事情起因是这样的，本来我订那个其实窗不是那么特别大，然后他马上就给我来邮件了，说你看你要不要个大个的？你要是原先是小个的，你得等3周才能订货。你要是用这大的，我现在仓库里就马上能给你发货。我说大的多大呀？他说一跟我说这个，我一想这个窗户都是按照平米来算的，算这价格的，越大越贵。对呀、我一看给我大出来将近1/3，那我保证划算呢。但你就没想过这玩意儿沉不沉？之后我就发现太大了，咱家这块得到这儿呢。我当时首先这个房梁必须得维修，看都已经这样了，之前漏水了，所以得把这个房梁这样削下去这一层，然后拿新的木板抹胶粘上，拿螺丝拧上。房梁必须得先修好，就拿这个木头粘上。我端这面，你端那面。你得吱一声啊你！啊，这个做好事不留名嘛。这个好沉呐、这种硬木。松手。这个木头是我们家整这个屋的时候，这块有树的那个坚壁墙，它做的木头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卸去了。现在我想把这个木头从这儿开始修，从这儿往下那部分开始修，从这儿我就直接不要了，因为这个东西窗户必须得扩，所以应该是从这块开口，在这个横梁上边一点点这块开口，然后再把这个方形木头结好之后，把它横到这上，从这块到这块，从这儿到这儿，然后将来这部分这块下去了，这块没有了，就变成一个工字形，一行两行。在这儿来个竖，这样放这窗户的。可这块能看这个断面，你看上面黑的这部分，这的木头不行了，在上面这部分还是好的。我多拉有点多呀。对，多拉下去一部分。我那个填的木板那厚。嗯。现在木头拉完了，该用这个木头胶了。注意看这个木头胶，40匹，这是最好的，而且防水的，而且能达到室外用的。分10匹、20匹、30匹和40匹，越往前面数越小，那越是室内用的那种白胶不结实那种。我这来一个40的。啊，你看高科技，你看绞开口之后这就能挤了，然后用这个盖呢，不用的时候你可以放这儿省得丢。你高科技哟。厉害！现在我把这新的木板要补充的木板给它刷上这个胶，然后朵爸刚刚切的那部分由朵爸来刷，我俩分工合作。这木板比较沉，刷的要厚一点。现在我们就把这个2块木板给粘上。用这个铁片把它连接一下，加固。你们看这个打完的胶以后，过一段时间有点类似于发泡剂，它会有泡泡出来，而且是膨胀的，给这个2个木板挤到一起，然后还淌出来了。
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个发霉的板子给修复了，明天呢开始搭整个的框架。记得关注我的视频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